那受不了了，明明是年度音乐，却没有现场交响演奏。来，没关系，我们自己办，Jeff 不用秀啊。顺便聊一下今年入围最佳音乐的游戏，一款一款讨论这些游戏凭什么入围。你会发现，看似古典的选择，其实一个比一个还 rock。在这个混乱的2025，我们都需要一点宣泄。哈。你是否在意过音乐？你是否注意过作品里的好声音？欢迎来到原声带笔记，我是笔记。来啦，一年一度的游戏盛事，我们来聊聊每次都被一笔带过的最佳音乐环节吧。老实说，我真搞不懂音乐这么重要的环节，每次都连上台领奖的画面都没有。官方说今年会重新调整一次颁奖流程，我们就看获奖者会不会上台领奖哈。事不宜迟，直奔主题吧。33号远征队今年真的入围了好多奖啊！最佳音乐当然也不负众望的入围了。说真的，要不要干脆开个最佳33奖算了？别的不讨论，光是制作背景上就充满传奇色彩。作曲家 Lorian Tester 是一个新人，被总监在网络上瞎逛时挖掘出来，结果写了5年，总计超过150首的大曲目量。又能保持极高的品质和多样的曲风，是今年最受瞩目的游戏音乐了，是不是？谁说滑手机没前途？多滑一点，搞不好你也滑出个5年工程来。由于我们之前就提过这款游戏的音乐故事，这边不多提了。对我来说，光是现在播的这首《Lemire》就足以让它入围。听歌就能想象到游戏画面，你甚至可以感受到每个乐器代表的出场人物，它的完成度太高了。然而，这个最像古典加分的游戏，却也最好。这首直接被称为新时代 Buried Alive 了，古典加死亡金属的完美结合。女生维持歌剧风格，男生却是扎扎实实的吼腔。电吉他和小提琴一个比一个还疯，中间再穿插零星的钢琴，代表猥琐的绝望。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为对方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诉求，反映了整部戏最大的无奈。没有谁是真的反派，大家都觉得自己最懂事，最后只剩下在音乐中把说不出口的话吼出来。
33比较特别的在于团队合作部分。一般来说，现有的作曲流程会比较像是这样：作曲家先在兜上面写个 demo， 然后丢给配器老师去合理的写成一份可提供实际录音的谱面。在这个流程中，歌手、乐手都只是音乐的一部分而已，比较没有主导权。但33却是让歌手 Alice 和管弦乐团长 Daniel 都加入作曲本身。这2位就是实打实的古典底子了。结果让33充满了戏剧风格和精美的古典艺术，也因此你在制作人那一栏会看到不止一个人。当然现在很多大制作都蛮互相尊重了啦，但让大家都有话语权的制作方式，33做得挺彻底，连 MV 都给满尊重，几乎每个团员都会带到镜头，这真的超赞。不然其他 MV 大部分都是主唱一镜到底，其余团员存在感还不如麦克风架。我不确定评审的品味是什么，如果要找一个标准的话，不管哪个方面来看，33都是顶配。一堆 buff 这个古典歌剧制作时间、精致的实录，还涵盖大量不同曲风，刚出就登上 Billboard 的这个古典榜单，法国浪漫主义故事和音乐统一，就我可以说到你觉得这款不拿奖没天理的地步。死亡搁浅2跟33不一样，如果说33是学院派的集大成，死亡搁浅2就是时代的探险队。小岛秀夫的品味大家都知道，不容置疑。从潜龙电影开始就是神曲辈出，这次更是充满了空灵与神秘。很神奇的是，入围因素大概会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当然小岛放进去的版权曲很赞啦，只是重点加分项大概是适应性音乐。这是啥直接看实力好了。山姆跑步的时候，鼓就有变化；山姆静止的时候，配乐就宁静。不同的人物动态、不同的环境因素都会影响音乐的走向。这种走在时代尖峰的设计，肯定是花了极大的心思去处理的。更厉害的是，他们有办法在小岛乱来的时候，不让氛围变成搞笑游戏。不是，你看过哪个游戏最终决战是2个流汗大叔光着上半身，在世界末日的场景拿着可以变形成斧头的电吉他互飙？然后 BOSS 还会按你赞，这个场景充满小岛玩心，把纯表现到极致，反而凸显出了真正的男性浪漫，最硬派的摇滚幻想。你完全可以体会2人之间复杂但又有点惺惺相惜的真实情感。少来了，真的，男生就是这么幼稚，这是我看过最真实的场景了，有够白痴。其他还有诸如拿鱼骨头摩擦当音效啦，用油桶做音效之类的，这跟 Mick Gordon 做 Doom 时拿电锯写歌的概念差不多。如果今年不是33拿这个奖项，那就是直接给死亡搁浅2了，算是相对极端的选择，各有亮点。来数一下这款入围 buff： 适应性音乐、音效实验、小岛秀夫，还有迷音，看起来很少，但技术成分相当高啊。羊蹄山战鬼，我的游玩进度，刚才好，不是，今年游戏就真的很多哦。当然，我还是有把曲子给听了一遍了。我还没实际游玩，所以也不敢给出定论，但大概率是曲风和乐器选择的原因吧。日本加西部片风格的结合，这点是比较特别的。同时，一些曲目实际到北海道去录原住民民谣，满满的文化价值底蕴，跟隔壁那个刺客教条又莫名其妙 rap 天差地远，这才叫尊重好不好？其中还有3位线，我手上刚好有个3位线。3位线到现在好像没那么稀奇了，但还是正宗的日式乐器代表。其他还有尺八、爱努文化乐器，这个用心程度我是很尊重。再来就是编曲上有意的配合引导用的风声和环境音，游戏中会利用风来替代指引前行的道路，而许多音乐是刻意配合这样的氛围去制作，不是单纯的后置 EQ 挖频率，而是编曲时就有意让道给环境音，因此在实际游玩时你会感受到明显的大自然感。
就比起吃了咖喱饭再喝分解茶，不如一开始就点健康餐的概念。无论它带给你的是荒凉还是宁静，至少这个入围选择还是有一定幸福力的。关于更动态的风声和配合武器的音乐部分就不多提了，那个我会归类在最佳音效那边去，跟音乐本身比较无关。什么？你问 Rock 在哪？西部片还不够 Rock 吗？至少比爱因者还 Rock， 那个真是想到就我来看看哈，精致的石路，日式加西部结合，各种稀奇乐器，对文化的尊敬，配合氛围的音乐设计，风格概念创新。这款游戏虽然背后许多争议，音乐本身还是很值得欣赏一番的。四之歌这个没意外之后会出个影片单独拿出来聊，真的相信我一定能通关。这款的制作相对前作《空洞骑士》精良很多，但可能是因为主题旋律不够明显，很多玩家都觉得好像没有前作那么有个性了。就只能怪难度太高，就只能怪这次写的相对精致啦。当然，对我而言，我是更喜欢这一代的弦乐品质精致很多啊！我真的好爱这种咬弦感。我稍微播2段体验一下，建议戴耳机会有更明显的体验。放心，听个歌而已，不用担心堆怪。有吧？差异非常明显。前代经费没有那么充足，用的几乎都是合成器，也就是声音库了。听起来当然没那么真实。四之歌虽然还是采用了不少合成器，但也请了乐手来做实录，品质自然就上去了。由于前代的主题偏向颓废、破败的黑暗世界，而这代则是升华、狂热的宗教崇拜，于是曲风就成了高大上的史诗管弦，并且为了呼应大黄蜂这个词，许多曲目采用非常急切的音群。这跟我们曾经聊过《血缘诅咒》的那期很像，因为是路德维希加月光，所以作曲时有稍微采用类似的不协和音概念，算是一个能让古典爱好者会心一笑的小彩蛋吧。说实在，这款算是这次入围里面要素最纯粹的一款了，可以说是比较纯的古典代表。当然有个性的音乐还是存在的，比如这个。总而言之，四之歌在这次入围的奖项内 buff 可能比较没那么多，说它是古典派代表吧，前面又挡着一个33，对吧？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在于这款几乎以弦乐为主，并且相对其他入围游戏来说，打击乐器部分不是主题，不会一直史诗级大敲特敲，是最偏向古典室内乐的那类。整理起来大概就是宗教风格、室内乐、仪式感，对怪。来吧，本次入围的唯一摇滚乐团代表 Hades II， 我爱死这代的音乐。不说别的，就这个乐团戏有够多。你看过为了女主角写 diss 曲的 BOSS 吗？最有趣的是，这个 BOSS 是3个 DN 组成的，分别代表音乐的一部分。根据你打倒的顺序，你会陆续失去人声、电吉他或是鼓。Melanoid 根本是上去给每个人一巴掌，叫他们闭嘴。每次遇到这关，就是 Melanoid 呛他们很吵 ，Skilla 则是把 Melanoid 当作最忠诚的听众，然后继续下一轮演唱。你把游戏音乐关掉的话 ，Skilla 还会不爽。不是，当你唱 K 的时候，你朋友捂耳朵，信不信你手上的麦就不在你手上了？ We're on. I don't know what you did, lady, but lately I can barely hear myself think, much less sing. I hate you, you witch! You better make it right. Or else what? I'll use what tactics I see fit. Not having to listen to you spout your nonsense makes it easier to send you back to the depths for the night. You know you like our song. Can't live without it. And I will not be silenced. No matter what you do, I'll always be singing in my head and yours. 除此之外 ，Skilla 曲子呀也不是乱写的，还真的会越写越好，好到 Melanoid 都不得不承认还不错听。以前我还不能理解怎么会有水手听到Siren的歌就被迷惑，导致传触礁。现在 We're going to the rock, guys， 哈哈，懂吗？石头跟摇滚的谐音，
好，总之，Hades 2能入围显然也不一般，像上述那样，才一个 boss 就能展现出音乐和叙事的契合程度。除此之外的原声带采用了不少很像女巫氛围的音色，来让整体听起来充满希腊、冥府和女巫组合起来的诡谲氛围，却又能带来 metal 的爽快感。这个有机会可能也会出个影片独立拉开来讲，很多有趣的细节在里面。总结一下，金属乐叙事与音乐结合，女巫氛围的独特音效。结合角色特性的音乐设计，同样是看起来 buff 少但创意可不小的范例。以上就是这次入选内容了，很可惜马里奥赛车和大金刚没有入围。我认为这次入围最佳音乐的选择都挺实至名归的，没有什么灌水成分，属于谁最后得奖我都能心服口服的那种。今年游戏音乐好听的不少，所以也有不少遗憾。如果你觉得有哪一款是心中的遗珠，不用客气，留言区让我知道一下，也许我们有机会可以来办个自己的2025最佳音乐遗珠大选生。天哪，还有好多游戏没玩，最近忙着爬分，最近忙着赶稿，所以下一部影片可能会较慢才能出。这次入围的几款游戏都跟家庭有关系啊，然后都在家庭系搞摇滚。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当你有家庭上的纠纷，请拿起你的电吉他，金属乐可以解决一切疑难杂症。至于我对年度游戏的预测，我没有准过，反正我是投给《死亡搁浅2》。好的，我们这期就聊到这边吧。接下来也会继续探讨值得一听的游戏音乐。那么我们下期原声带笔记再见。